俄乌新年交换人质，麦卡锡当选众议院议长，释放俄乌和平信号。大家好，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根据俄新社的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了与乌克兰谈判，有50名被俘的俄罗斯军人从基辅的军事控制区返回，并且在泽连斯基发表视频讲话的过程中，也提到了俄乌双方交换人质的信息。这也是2023年新的一年一个好的信号，那就是俄乌双方会不会有和谈的可能。首先，从俄乌双方一年的激烈冲突下，双方的武器后勤库存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光俄罗斯损毁的装甲坦克就有近3000辆之多，牺牲人数更是不可想象。而乌克兰方面更是遭到了空前的打击，武器都要求源于欧美各国，后勤生产线更是没有任何价值，所以两国再打下去也没有了冲突刚开始的激烈程度。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暂时停火的命令以后，两国都在寻找喘息的机会，以求战机的到来。而俄罗斯牺牲人数大到难以想象，巴赫穆特的战争单日牺牲人数更是达到300多人之多。反观乌克兰还有没有战斗精锐的持续作战，到今天仍是未知，所以继续打下去对两国没有一点益处。并且俄乌双方停火最大的因素就是美国的让步。从目前形势来看，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上台无疑是给俄乌冲突的和平演进打了一剂强心针。出于美国自身的问题与利益影响，美国拜登为首的民主党不断加码乌克兰局势，持续恶意拱火俄乌冲突，并以人道主义输送武器为名赢取庞大战争资本利益。还有民主党宣布的逐年提高的军事财政预算，这极大伤害了美国老百姓的利益与所谓的国家情怀。在国家经济下滑的背景下，又不断拿纳税人的钱拱火战争，国内民众当然不乐意。而共和党麦卡锡上台众议院，正是有效阻止拜登政府走向国家衰落深渊的有力回应。针对一系列国家经济、军事、政治的立法策略，共和党麦卡锡将会与民主党的各种矛盾进行一项长期的斗争，尤其是关于战争经费的议题所导致的美国对乌克兰支援经费的削减，同时也是麦卡锡对美国民众负责的表现，更是共和党右派对美国各领域的一次救赎。针对美国左翼日益加大对各国的制裁与打压，又对美国国内经济的严重下滑现状置之不理的态度，共和党绝对不会让国会山事件悲剧重演，所以肯定会对拜登政府进行政治的围剿。美国两党在国内掀起激烈斗争的情况下，对于国际的影响势必会有所调整，甚至减小。所以在美国内部斗争日益激化的程度下，一旦共和党抓住时机对拜登政府实施打压，以削减战争经费这一两党矛盾核心，自然也会影响到俄乌局势的。到那个时候，反战的情绪日益高涨，俄乌也就从冲突中得到解脱。